我以前认识一个同事，因为住得远，每天5点半起床。他觉得比别人早起1个小时就可以避开早高峰。多伦多的冬天，天还黑着，他就出门了。白天在办公室，他靠咖啡撑着，会一个接一个开，看上去状态很在线。然后有一天，他下班开车回家，在红灯前差点睡着了。那一刻不是累了，那是透支到了危险边缘。研究显示，连续清醒超过17个小时，判断力已经相当于喝了2杯酒。但可能不少人每天都在这个状态下开车、开会、做决策。我们在职场辛苦打拼，一定要善待自己，拒绝透支。Segment 2，处境交代。我在多伦多生活和工作已经10年了。这里冬天漫长，早上8点出门还是黑的，下午4点半天就黑了。那种灰暗会直接影响你的情绪和精力。作为移民，你没有太多退路。语言、文化、职场规则，一切都要重新适应，还要同时表现。开始那几年会给自己一些压力，希望尽快适应和融入。后来我发现，真正在职场里稳得住的人，不是最能撑的，是状态始终在线的。今天我想聊聊这10年我的一些心得和方法，可以在繁忙的职场中保持在线。第一件事，睡眠。我知道你可能想跳过这段。大家都说睡眠重要，但很少人真的把它当回事。睡眠不足的员工，工作效率比睡眠充足的人低将近1/3。这不是感觉，是有数据的。睡得好，记忆力更强，情绪更稳，专注力更高。睡得差，判断力、耐心、创造力全部同步下滑。我追求的不是睡多少小时，而是规律。每天差不多同一时间睡，同一时间醒。身体是有节律的，你配合它，它才配合你。几年前，我开始用手环监测睡眠。Apple Watch、Fitbit、Garmin， 现在这些设备都能追踪你的深睡、浅睡、REM 和清醒次数。2024年 Apple Watch 和 Samsung Galaxy Watch 更获得了 FDA 认可，能够初步筛查睡眠呼吸暂停的迹象。这对我帮助很大，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睡眠质量有问题。你以为你睡了7个小时，但数据告诉你深睡只有40分钟，那就说明你在床上的时间和真正恢复的时间差很远。特别要说的是睡眠呼吸暂停。这个问题在职场里非常普遍，但很多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有。症状是睡觉时呼吸反复停止，导致大脑和身体长期缺氧，白天精力差，注意力散，以为是工作太累，其实是睡眠从来没有真正恢复过。如果你的手环显示睡眠很浅，经常有呼吸异常的提示，请认真考虑去做一个正式的睡眠检查。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习惯，睡前半小时把手机放远一点。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，让你的大脑以为现在还是白天。就这一个改变，睡眠质量就会差很多。第二件事，跟公司福利有关，而且是很多人有但没用够的福利。我们公司提供定期按摩，是公司 welfare 的一部分。很多人忘了预约，或觉得没时间，或不好意思。我不一样，每次开放名额，我是最早订的那一个。研究显示，按摩能把压力激素皮质醇降低高达 30%， 不是靠意志力放松，是从生理层面真正帮身体松下来。但我想说的不只是按摩。在加拿大，很多雇主提供的 Extended Health Benefits， 也就是公司的延伸医疗保险，其实涵盖了非常多你可能没用过的项目。身体方面，按摩、物理治疗、脊椎治疗、针灸，这些在大部分公司计划里都有，很多是报销 80% 甚至 100%。每年有额度，不用白不用。心理方面，很多公司有 EAP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员工援助计划，这通常包括免费的心理咨询，一般是3到6次，完全保密，员工和直系家属都可以用。2025年的数据显示，加拿大有 21% 的人因为费用太高而推迟寻求心理健康帮助。
但如果你有 EAP， 这个门槛直接没有了。还有一些公司有 Health Spending Account， 也就是健康消费账户。你每年有一笔固定金额，可以灵活用在各种健康相关支出上，包括眼镜、牙科，甚至健身房会员。我想说的是，你去上班，这些福利是你薪酬包的一部分。不用，是在亏待自己。建议你现在就打开公司的 Benefits Portal， 看看你到底有哪些额度，还剩多少。很多人年底才发现当年的额度全部过期了。要善用公司福利，善待自己。第三件事，每个周末去走 trail。大多伦多地区有很多好走的 trail。Rouge Park、Rattlesnake Point、Credit Valley Trail， 开车20-30分钟就到。斯坦福大学研究发现，在自然里走路，能直接减少大脑负责反复思虑那个区域的活动。就是那种脑子里的事情一遍遍转，关不掉的状态。在树林里走一走，它会自动安静下来。仅30分钟的 hiking， 压力激素可以降低 28%。我没吃任何补剂，就是走了一段路。我不把它当运动，我把它当每周的系统重启。周五下班你可能是空的，周一早上你再进办公室，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有时候自己去，安静清空。有时候约朋友，又是另一种充电。两种都好，走出去才重要。Segment 6，方法4太极。第4件事，说出来可能有人会笑，我开始练太极了。就是公园里那种，很多长辈在打的太极拳。一开始我也觉得太慢了，能有什么用？后来才明白，慢就是它的核心。它不是在消耗能量，是在帮你恢复能量。研究发现，太极能促进血清素和多巴胺的分泌，同时把呼吸、动作和专注合在一起。你完全活在当下，没有空间焦虑，没有空间想工作。身体在动，脑子反而静下来了。对我来说，这比坐着冥想管用多了。第5件事，吃对。饮食不健康的员工，工作效率比饮食健康的人低 66%。原因很简单。午饭吃了重油高糖的东西，下午2点血糖崩塌，眼皮发沉，什么都进不了脑子。那不是你懒，是你的身体在抗议。我的标准很简单，吃完饭不犯困，就算吃对了。我习惯周末多备食材。多伦多的华人超市食材很丰富，自己带饭真的不难，而且你知道自己吃了什么。自己带饭的好处不只是健康。你不会赌运气点了一份让你下午状态崩掉的东西。还有，喝水。有暖气的办公室里，你脱水的速度比想象的快，轻度脱水就会影响专注力和情绪。桌上常备一瓶水，是我代价最低、效果最明显的习惯之一。饮食不需要完美，只是不要让食物成为拖垮你下午状态的那个原因。当然，不是每一周都能做到这5件事。有时候项目压到头上，有时候情绪不对，有时候就是只想躺着。那很正常。我给自己一个最低底线，状态最差的那一周，至少走出去一次。哪怕就是下楼，在外面站5分钟，深呼吸一下。你会发现，哪怕只是这5分钟，身体会告诉你，你还在这里，你还撑得住。这5件事不是打卡系统，是锚点。在你快飘走的时候，把你拉回来。Segment 9，收尾加 CTA。在北美这10年，我没有越来越累。我越来越清楚，什么在消耗我，什么在补充我。高压职场不会消失，但你可以让自己始终有状态去面对它。不是靠撑，是靠养。这5件事是我10年真实在做的，不是从书上来的，是从自己身上试出来的。如果你也在多伦多或者任何一个高压城市打拼，希望这些对你有一点用。下一集我会聊聊一个现在很时髦的话题，我们如何在工作中应用 AI。 谢谢您的收看和陪伴，记得订阅，不要错过。希望您可以留下评论，欢迎互动。